哦，他领悟了领域展开，怎么做到的？What the fuck？ 来了！哎，可怜的顺平。但是现在有虎杖，虎杖就是他们的突破口，就是干他！超带感的 BGM。哦。这好像战锤巨人啊！有烟无伤。哦，变成小孩子了。变化之前要有 CD 的。长得这么萌，但是还是要干你。把他俩分开了。虎杖不能手软吧？啊，他下不去手，他得有这个觉悟啊！杀了他们是对他们最好的解脱。哦，1打1的话，这个剑人不是真人的对手。我靠，受虐狂！我还以为下一秒奇遇会来。哎，行。他要干啥？哦，他领悟了领域展开。这是什么？诺基亚吗？他要给诺基亚做广告吗？好多手，四臂什么？这是他的领域，还在这说骚话，散发着一股超级让人讨厌的气息。明天见。哎，虎杖在外面，因为他不能杀了虎杖。他不会领域展开，七海剑人不会领域展开，这两个人的段位有明显的差距。那怎么办啊？背景故事，他以前居然长这个样子啊！坏了！这种时候开始讲背景故事，我感觉要挂呀！啊？他没管，看到了但是不管。他不会是个基金经理吧？Of course， 这就是他所谓的上班是狗屎。哦，他对自己的人生没有什么激情。有钱就意味着自由哈，他就能过上他想要的生活。是那个小怪物搞的，让有钱人把钱给我保管，理财经理。他觉得自己的工作没有什么价值，对社会并没有产生什么贡献。没事儿了。没给钱？给钱了吗？
他在道谢。这就是生存的价值和意义。我要加入咒术学校，能帮助别人，重新燃起了他生活的希望。哎呦，不要啊！他要不然就是还有什么终极大招，要不然就是要放弃了。虎杖怎么做到的？他怎么进来的？专注于关。没有人想进来。很有逻辑呀。面谈，面谈，又进来了。这次是不得不进来，是他自己作的。对他来说都无所谓。只要腹黑不死就行，其他人随意。趁他病要他命啊！赶紧上去干他！天哪，这反转我真没想到，这个反转很精彩。虎杖一脸懵。虎杖说：“我没开挂呀，他怎么回事？”他也到极限了吧？他变大的意义是什么？是为了挨打更方便？完全没有手感。哦，本体顺着下水道跑了。刚才那个变大是障眼法，就是为了让他打他。野猪在下水道，这肯定跑掉了。完了，该回病床了。哦，这場战斗就这么结束了。現時点ではジョーガより呪力の総量では劣るが、あの存在感、魂の格が違う。那自然了，確信だ。这所谓的诅咒之王嘛。スクナさえ復活すれば呪いの時代が来る。俺は今どうしようもなく虎杖裕二を殺したい。難受吧？次はどう殺してやろうか。这个阴逼。他已经把虎杖视为是救命恩人了。领域展开的必中反而成了双刃剑。因为必中嘛。そんなこと私にだってわかりませんよ。それらをすべて正しく導くというのはきっと苦しい。对呀，没有谁是上帝啊，为什么要引导死亡呢？你有什么资格，有和什么能力去决定别人的死法呢？是的，是的。哦，他认可他了，这是小七海对虎杖的认可。有关80的调查问卷儿。整个学校开始觉醒了吗？所有这些人都开始觉醒了吗？因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个伊藤居然还活着！这是你应得的。哦，这个老师也觉醒了，这个肥猪老師他意識过来了，你终于把眼睛睁开了。吉野の心を殺した罪を一生背負って生きていくんだ。見ているからな、伊藤。
唉，总比没有觉醒好。哦，我没想到最后的结局居然是这样，这是一个很好的结局。帅呀，虎杖好帅！顺平的故事在这一集过后应该就正式结束了。看完这一集之后，我整个的感觉其实是非常惊喜的，因为我真的没有想到在故事的最后又回到了校园霸凌这个主题上。我觉得能够回到这一点要远比七海和虎杖和这个真人他们打的多么的精彩要重要的多，因为这是一个真正有现实意义的话题，是在现实世界当中会发生的事情。顺平的悲剧其实不是从真人开始的，真人虽然代表了非常明显的是最直接的那种恶，但是其实顺平早在学校里被霸凌、被孤立、被无视的时候，顺平的悲剧就已经从这个时候开始了。真人的出现只不过是刚好找到了顺平的这个伤口，然后把它继续的撕裂，把它继续的放大了而已。如果顺平的学校，他周围的同学，甚至是那个肥猪老师，或者是其他的老师，哪怕有一个人能够看到顺平，能够接住顺平的情绪，能够知道顺平的痛苦的话，可能都不会让真人能够如此轻易的对顺平洗脑。校园霸凌最可怕的地方绝不仅仅只有施暴者，那些最直接的施暴者，旁观者看见了却假装没有看见，完全不理睬的那些人，其实也是间接的施暴者，他们对于这场悲剧的发生同样脱不了干系。所以最后那个肥猪老师对伊藤说，你和我一生都要背负顺平同学死亡的这个罪孽，他真的是说到点子上了。这个肥猪老师他不是霸凌顺平的人，但是就是因为他当时的不予理睬，他当时的忽视和忽略，也间接的推动事情发展到了这个地步。虎杖的出现代表了正义，代表了光芒和希望，但是虎杖来的实在是太晚了，这不是虎杖的错，但问题就是顺平需要被救赎的时间点其实要早在真人出现之前。之前一直流行一句话叫做正义有可能会迟到，但是绝不会缺席。我个人对于这句话我是不是太认可的，因为迟到的正义根本就不能算是真正的完全的正义。正义一定要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出现在正确的人身上。一个好人被冤枉了，被误判了，白白的多蹲了几十年的大牢，最后虽然说还了他的清白，把他放了出来，然后又给了他很多很多的赔偿，但是这个人的人生就这样定型和结束了。迟到的正义能够让他的时间倒流，能够让他重新回到被冤枉之前的日子吗？所以说我对于这句话的态度就是没错啊，就是迟到的正义其实也肯定是要比缺席的正义要好的，但是千万不要觉得迟到的正义是一件多么多么光荣、多么多么值得被赞颂的事情。行吧，那关于这一集呢，我想说的基本上就是这些啊。最后还是非常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点赞、关注和评论，咱们下个视频再见吧。